它们比迅猛龙稍大，头上长着2个突出的脊骨，皮肤暗绿，布满不规则斑纹，是双脊龙。应急手册上说，它们速度快，还会喷射毒液。3只双脊龙发现了我，嘶嘶叫着步步逼近，躲不过去了。我从腰上拔出手枪，握紧的手心全是汗。突然，一只双脊龙张开嘴，朝我喷射出绿色毒液。我赶紧侧身躲开，毒液溅在身后的树干上，滋滋作响，顿时冒出黑烟。另外2只趁机猛冲过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瞄准其中一只的头部扣住扳机。枪声在树林里回荡，那只双脊龙应声倒地，另一只更加狂暴地冲来。我又开一枪打中它的脖子，它惨叫着挣扎几下，不动了。剩下的那只见状，犹豫片刻，转身逃进树林深处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。刚才的打斗耗尽了体力，手臂因后坐力发麻。低头一看，装食物和水的袋子不见了，想必是混乱中掉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只能忍饥挨饿，站起来继续朝码头走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树林里阴森恐怖，借着月光辨认方向。晚上8点多时，我爬上一处山坡，突然看到不远处的蓝色灯光，是恐龙研发中心的建筑。我顿时兴奋起来，加快脚步冲过去。只要到了那里，说不定能跟大部队会合，弄清岛上发生的事情了。我继续上路，再次穿过一道铁丝网，穿过马路，终于到了研发中心大楼前。大楼里一片漆黑，只有门口几盏灯在闪烁，透着诡异。楼里空无一人，地上散落着文件和设备，一片凌乱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小心翼翼走进去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室内玻璃窗里映出一个迅猛龙的影子，那影子正在移动，显然发现了我。我的心脏瞬间被恐惧攫住，浑身血液仿佛凝固了。我知道，一场生死搏斗就要开始了。